邦尼这集要带来的是 Google Pixel 4 XL 短评测。究竟搭载 Google 自家全新学习核心 Pixel Neural Core 的 Google Pixel 4又带来了哪些黑魔法？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本集 Google Pixel 4抢先实测，邦尼将专注在最重点的功能实测，而邦尼团队的完整深度评测也将在近期推出。那我们一样从盒装看起，邦尼手上的版本是大只的 Google Pixel 4 XL 白色版本。顺带一提，这次 Google 也在外盒上藏了一个小彩蛋，只要打开内建的智慧镜头，接着对着盒装背面拍，彩蛋就在这里咯。这次在外观设计上，依旧采用了近几代美白 Google 系列商品更加活力大胆的用色风格，背盖材质选用了康宁第5代大行星玻璃。不过在设计 ID 上，相较起上一代的 Google Pixel 3，采用了2种不同的表面处理，让机背在简约中更有层次。这次的 Pixel 4系列则是在背盖上采用了一致的表面处理，想必也跟左上角的正方形黑色镜头模组在视觉比例上有些关系。所以这次在 Pixel 4系列中有2种不同的表面处理，邦尼手上的白色版本跟橘色版本，在触感上依旧保留了 Google Pixel 相当有特色的雾面类肤涂层，除了好摸，背面也更不容易沾上指纹。比较特别的是，黑色版本是采用抛光的玻璃表面，没有加上雾面涂层。当然，说到雾面玻璃，就不得不说 Pixel 4 XL 跟 iPhone 11 Pro 系列在雾面玻璃的处理上相当不同。Pixel 4采用的雾面涂层是更加不透光且纯色的表面处理，而 iPhone 11 Pro 则是类似会议室的雾面玻璃，具有透光性，自然也更容易受外在光线产生不同的光影变化。不过两家都不约而同在雾面处理上空出 logo， 让 logo 以玻璃亮面呈现。而 Google Pixel 4也在边框上做了蛮有特色的表面处理，采用的材质虽然是铝合金，但看上去却没有铝合金的感觉，握感上磨砂感受比较大，不过却能有效的跟手产生摩擦，让 Pixel 4的握持体验相当稳，跟 Pixel 3一样，握住边框就不会滑手。看来侧框是否不滑手，似乎在 Google 的设计团队中优先级蛮高的。盒装配件部分随附了包括可以轻易转换手机到 Pixel 4的 OTG 转接器、PD 18瓦快速充电组，但这次就没有随附耳机了。而这次在 Pixel 4全系列上都搭载了全新的 Soli 雷达以及 NIR 感测模组，也受益于 Pixel Neural Core 可以达到跟 Apple Face ID 一样的高精度且安全性更高的脸部辨识，在实际体验上也相当快速。当手抬起手机的那一刻，几乎就已经进入到主画面，并且少了在 iPhone 上需要向上滑动的手势，在整体解锁体验上也更顺手一些。同时，这次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 Motion Sense 悬浮手势，只要在荧幕上挥动小手，就能悬浮操控手机，包括切换歌曲、延后闹钟、关闭计时器、将来电设定成静音等等。不过邦尼认为最实用的就是当你伸手要拿手机时，手机的荧幕就会自己点亮。更多有趣的功能则是，你可以透过 Motion Sense 跟 Pokémon 互动。而 Google 也推荐了一个小游戏 Head Itself， 可以练习 Motion Sense 手势操作，可以带着叫 Soli 的鸟儿逃出风暴。不过 Motion Sense 究竟实不实用，请期待邦尼的后续深度评测。当然，这次大家最关心的依旧是 Google Pixel 4在拍照上的黑魔法。不过大家首先看到的一定是背面的正方形镜头模组。顺带一提， Google 其实在今年6月就公布了 Pixel 4的镜头以及外观设计，而在那时就已经确定 Pixel 4只有双镜头。跟 iPhone 11 Pro 的差别在于 Pixel 4的正方形模组小上一些，并且采用整片玻璃覆盖，而不具有独立镜头设计。大家觉得哪个方形镜头设计更好看呢？也欢迎右上角投票告诉邦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Google Pixel 黑魔法的实际拍摄体验。这次 Pixel 4搭载双镜头模组，包括 f1.7 1220万画素主镜头，以及 f2.4 1600万画素长焦镜头，两者都有 OIS 光学防手震，但 Pixel 4没有加入近期热门的超广角镜头，还是稍微可惜。
然后在说接下来的镜头进化之前，邦尼想先跟大家提一下，这次美白 Google 设计团队为 Pixel 4设计了一款全新的机器学习核心 ，Google 叫它 Pixel Neural Core， 这也让 Pixel 4拥有更强的学习跟即时运算能力。虽然 Pixel 4采用 Snapdragon 85行动平台，不过这次更强大的智慧助理、人脸辨识以及相机进化，或许 Pixel Neural Core 才是最大推手。例如，这次全新推出的 Live HDR Plus 就是受益于 Pixel Neural Core， 能够将拍照后的 HDR 效果即时显示在荧幕当中，同时搭配上全新推出，而且帮你认为非常实用的双曝光调整，可以在拍照前就调整亮部以及明暗对比，并且在画面上即时呈现，你就能得到自己喜欢的明暗风格，在效果上更类似在拍摄前就能直接 RAW 档调整。邦尼这次也提供几组 Pixel 4跟上一代 Pixel 3以及 iPhone 11 Pro 的实拍样张给大家参考。先来看一组日拍样张。再来一组夜拍样张。再来看低光源下的差异。接着来看一组复杂光源下的差异。然后再看一组2倍变焦下的差异，最后来看一组5倍变焦下的差异。更多更完整的相机测试对比跟深度评测解说，请锁定后续的深度评测。最后我们来看影音娱乐，在荧幕表现上 ，Pixel 4 XL 采用顶级的 6.3 寸 19:9 2K QHD Flexible OLED 显示器，像素密度上达到537 ppi， 支援 HDR 显示效果。当然，这次 Pixel 4最大的亮点就是荧幕支援90赫兹的高画面刷新率，在实际滑动上顺畅度有感提升，在系统操作体验上也相当滑顺。同时，为了拥有更好的续航力体验，系统也会自动在60赫兹跟90赫兹切换。如果希望得到更好的续航力，也可以维持全程60赫兹的刷新率。以下邦尼也提供 Pixel 4在显示效果上的对比给大家参考咯。音效体验上 ，Pixel 4依旧采用双喇叭，我们也来听一段 Pixel 4的对比吧。好，那我们先说到这边。再次跟大家提醒，本期是 Pixel 4系列的抢先实测，系统性能以及续航力等等，邦尼将于深度评测细细带大家解析。而这次有了 Pixel Neural Core 加持的相机，究竟强不强 ？Motion Sense 到底实不实用？萤幕以及音效好不好？千万不要错过邦尼后续带来的深度评测。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Google Pixel 4系列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